同一种恨唤醒我。你和我的故事陨落了像烟火，像飞蛾在扑火，任由宿命操控魅惑。哦，那影子深藏在光尘中，迷失在这城市，忘了山是枷锁，用爱图个归宿，却自食其果，不由你我。不然释怀偏执，是不过的坚持，用一生的遗憾写成诗。我乱总太迟，原来你只是手心的影子。太太，你还没把衣服换上吗？我来帮你换吧。我不需要，我不打算住院。秀环，他不肯换冰敷，我来处理，你先出去吧。出来多久了？刚刚而已。太倒霉了，我不打算住院，我要走了。哎，你现在住哪？我不想回家吗？还没想清楚，没什么打算。太久没有见面，也没有联系，怕会生疏，也不知道赵华现在有没有自己的家，我就这样贸贸然回去，不太好吧？回家吧，你还能回去。不想见赵华，那雨冲呢？我通知赵华。赵华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谁打来的？爸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说我妈
回来了。我已经通知允聪，说你回来了。你休息一下吧，我还有事忙。这些年，你是怎么告诉云聪的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有告诉他我在哪里吗？我没说你在坐牢，毕竟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怎么还不转绿灯？聪，我们才刚刚停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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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急，注意安全。痛吗？不痛了。对不起啊，妈妈以后一定会保护你，不会再让人家伤害你。妈妈，我们不回去爸爸的家了吗？是不是爸爸不要我们了？可是我们不可以不要哥哥，没有人要，很可怜的。好，妈妈答应你，就算谁都不要你，妈妈绝对不会不要你，啊！哎，先生，这么早回来啊？云泽烧退了吗哦，一直迷迷糊糊说不舒服。 ？Dr. Bay 有没有来看过？我来过了。给两个少爷准备行李，好。明天带他们出国。哦，好。爸爸妈妈呢？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回家？只要你乖乖跟我出国，回来就可以看见妈妈了。什么是出国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 The surgical procedure went very, very well. And so far, there's been no sign of rejection. Thank you, Doctor. Rest assured, it's not the first time we've performed a living donor transplant on a child. We wi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lower the risks, and of course, keep it confidential. 爸爸，妈妈呢？ 小少爷，别哭，你放手吧。住了！闭嘴！看好他，别跟他说太太的事。好好好好。小少爷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别想太多了。这20年，允聪过得很好，允泽有的，他一样都不缺。那你呢？这20年，你过得还好吗？说不上坏，就是忙，20多年也没闲着。哦，倒是康龙今非昔比了，高水平的医疗，在全国都有影响力，是医学研究领域的领跑者，不管是门诊数量、住院人数、外科手术病例，每年都创新高。重要的是，我掌握着实权。所以，
你用20年的自由换来的这些，是值得的。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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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啊，20年，就好像过了一辈子。妈，宇宙，爸，她真的是秀阿姨吗？妈，真的很想你。这些年你到底去了哪里？你的脚怎么受伤了？没事的，不用担心。宇宙。我不要住在这里。好，我带你回家，我们一起回家。休息够了吗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电影。哎。
不要一直盯着我看，我会以为自己长得很帅的。你小时候超认真的，像个老师一样。什么时候学会开这种玩笑啊？我们家还缺认真的男人吗？你看爸那张脸，就算给他中了彩票，他也未必会笑。我如果还一本正经的话，我们家的蚊子都会被闷死。没正经的，不许批评你爸。哎呀，哇，好大的一只蚊子啊！你看，什么来的？这是我的信，代表我爱你。你们现在都用这种方式训练孩子吗？妈，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，这些年你去了哪里吗？你不想说也没关系，以后我不问了。哎，不是不想说，只是好不容易走到现在，也没有必要重提以前，都不重要了。现在对我来说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也是你。你还想去什么地方逛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的脚伤一好，我就陪你到处逛逛。什么地方都不想去，反而是你呀，这几个星期一直陪着我，你的朋友都要跟你绝交了。他们才不会那么小气。走啦，我载你到处逛逛。真的什么地方都不想去。啊，你爸快要下班了，我要回家煮饭给他吃。爸不会那么早下班的。再说家里有萍姐啊，她会负责做饭，你不用担心爸的。我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，下周可以打发点时间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还想继续逛的话，就载我去超市，我们挑选一些新鲜食材回家。今天晚上煮糖醋排骨给你吃。好吧，就看在糖醋排骨的面子上，我们就去超市。哎，妈，轮到我喂你。啊。好吃吗？哇，现在的东西啊，全都涨价了，比起20年前真的是贵了很多。20年前是你自己买，现在是我买给你啊。你看到什么想买就买，你要把自己当成是被我宠坏的小公主就对了。妈真的是很好奇，你这大半个月都在陪着我，你没有工作，钱是从哪里来的？就算没有陪着你，我也没有去赚钱啊。大多数的时间我都会在小散人，那里有比赚钱更值得我去忙的事情。云聪啊，那你去忙你的吧，真的是不用陪我了。现在没有什么比我妈更重要，小散人可以留给帮工去帮忙啊。我现在只想一直陪着你，把这错过的20年追回来。哎，罗学院！哎，妈，你干嘛在这里啊？打工啊？打临时工。厉害，怎么哪儿都可以看见你打工？我快要颁发一个最勤劳打工人奖给你了。有奖金吗？有啊，马上颁奖。来，我送你一个新朋友，这是我妈，我好朋友罗时苑。安迪你好。哎，你在排货啊？我来帮你吧。你呢就到处带我妈逛逛，顺便跟她推荐一些新鲜的食材。不用，给我经理看到就不好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机灵得很。我看到你经理，我就跟他乱七八糟说一通。原来在这里啊！经理你好。不是经理，被人找我有事啊？换班了，先回吧。哦，男朋友啊？不是，是朋友。哎，人家妈妈在，你不要乱说啦。现在的人都很奇怪哦，
男生和女生就只有一种关系吗？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去交班了。你不要那么着急走嘛，女朋友。要不要来我家吃饭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妈做的糖醋排骨比大酒楼都好吃啊。你不要乱说，等一下安迪真的误会了。安迪，我现在还不能走，需要把一些快过期的罐头送去货仓。改天吧，改天我再去拜访。我不急的，反正很多东西没买，来得及等你下班。你看，大厨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走啦，我帮你把这个推进货仓。妈，你自己一个人逛逛啊。哎，走喽！快走，我会被投诉的。当当当当，酒楼级别的糖醋排骨上菜了。这是我妈的拿手好菜，哎，一定要试试。谢谢。妈，这个大块的给你。哥，谢谢。大家吃饭，吃饭。安迪吃。妈，很好吃。谢谢。你在护理学院的课程还跟得上吗？还可以。我最近买了很多关于护理学的书，其中包括重症护理学、伤口护理学，还有使用急症护理学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都可以借你。都是护理学的书啊。我最近在研究护理学。妈，我哥不是一般人，只要他认定的，就算跟医学没有关系，他也会全情投入。这次正好是护理学入了他的法眼。石原，我哥是个优秀生，你多一个学习伙伴也不错啊。之后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就问他，就算帮你翻个底朝天，他也会帮你找到答案的。顾先生，你回来了。爸，对，你坐下，我去拿碗盘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不吃。妈今天特地煮的糖醋排骨，你试试吧，其他的不吃没关系。安哥，哦，让我介绍，这是石原，我跟阿聪的朋友。猜到了，你们吃吧，我还有工作。大家都坐下来吧，不要那么拘谨。石原，尝尝这个，很好吃的。你爸呢？他不吃了吗？爸说他要先去忙，待会儿再吃。妈，不需要担心，桌上的美食我会全都吃光，一点都不剩。不行不行，留点给你爸，我待会儿马上去给他吃。我知道啦。哎，大家吃饭。哎，就放在这里。太太，顾先生不喜欢别人动他桌上的东西，这些文件还是放回原位比较好。还是你比较熟悉他的生活习惯。你伺候先生多少年了？前前后后快20年了。我也20年没有回来了。之前有一个工人叫刘姐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不过听2个少爷提过。刘姐走了之后，先生才请了我。我来。张岩是学长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我想把它放好，
没想到越弄越乱。放下，出去。你记得吃晚餐。萍姐，端走。好。对不起啊。为什么说对不起？刚才我爸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爸平时工作比在家里时间长，跟下属相处久了也习惯了。他跟我一样不太擅长聊天，希望没让你太尴尬。我没有怎样。我从小就没有母亲。阿聪搬进顾家之前，我爸就是我唯一亲人。别人不懂他没关系，不过我不能不懂他。尹聪是之后才搬进来的。我们是同父异母兄弟。难怪刚才你叫秀环阿姨。秀环阿姨离开20年了，母子久别重逢，阿聪很珍惜，所以这段时间阿聪都待在家里陪秀环阿姨，连扫扫人都扫回去了。难怪这几个星期我和贝贝过去小散人帮忙，都很少遇见他。每个人都好像有自己的一段故事，没想到顾允聪这么正面的人也不例外。哥，原来你们在这里聊天啊！我妈说时候不早了，你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我送你吧。你要走了？不用了，地铁站离这里不远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反正我肚子也吃撑了，我陪你走到地铁站吧。我陪你们去。哥，爸现在就在楼上，你敢这个时候出门，他会把我杀了。你就乖乖留在家里，我去就回。我妈她还有一道拿手好菜，卤猪脚。不过这道菜有点费时，下次吧。下次你来我家，我叫她提早做给你吃。羡慕你。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回忆里她开心的样子不多。我记得的她总是病怏怏的。人生总有不完美嘛。我和我妈之间也有20年的空白，都是遗憾。我也是没有妈妈陪着长大的孩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妈不肯说，我就不问了。反正过去不重要，不知道原因也不会影响现在。刚才听顾允泽提起才知道，你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我是大概3、4岁搬进来的，那个时候我太小了，我的记忆都不是自己的，都是别人说的。反正这些复杂的事情，不记得也好。我爸还是我爸，我哥还是我哥，没差。羡慕你，我是独生女，没有兄弟姐妹，有什么心事没有谁可以分享，遇到什么挫折，也没有谁可以一起扛。我和我哥的童年确实一起扛过很多难关，得白血病这种煎熬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。以前是我看错了，我以为出生在有钱人家，怎么都比穷人家幸福，没想到凡事都有例外。谢谢你愿意重新认识我。你就是一个傻瓜。你为什么又骂我啊？不是吗？你明明不比别人幸福，却看见谁都觉得可怜，看见谁都觉得需要帮忙，这样不傻吗？人只要有温度，就可以传递温暖。我跟别人没有不一样，只是大多数人都忘记，我还记得。
妈。我今天晚上要睡在你的房间。怎么啦？我就是想赖着你。你呀，长了这么大，还像小孩子一样爱撒娇。如果可以一直赖着你，那我宁愿自己长不大。哎，你明天要去哪里玩？不要整天想陪着我，去找你朋友玩，找石院，拍些漂亮的照片回来给我看。人家石院天天都忙着打工，有时在送餐，有时在超市打临时工，他哪里有空陪我？勤劳好啊，工作认真的女孩很讨人喜欢的，妈喜欢。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只是好朋友而已。你喜欢也没有用。真的不是女朋友吗？真的不是。石院她是一个倔强，但又让人心疼的女孩。她的家庭状况不好，所以年纪轻轻就独自一个人撑起一个家，人生的挫折不断。幸亏她的性格够硬朗，不肯服输，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女孩。虽然说现在这个时代是男女平等，但是有哪个女孩子不希望自己有困难的时候有一个肩膀靠一靠？这个时候，男孩子就要做女孩子的太阳。所以爸就是你的太阳。你爸工作很认真，要求自己很严苛。他当年和允泽的妈妈在医院是金童玉女，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太阳。最后他成了你的专属太阳，之后就有了我啊。你呀，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目标，女孩子才会觉得有安全感。不要一直陪着我做一些有的没有的。妈不需要成为你的全世界，我比较想看到的是你有自己的生活。我是可以过自己的生活，但是你呢？爸那么忙，你又没有朋友，我怎么可以丢下你一个人？我们说好的，要永远在一起。不如这样吧，你应该多参与我的生活，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，我的工作也是你的工作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明白。嘘，我先不告诉你。这些都是小散人的回忆，这个是我们跟孤儿院一起办的活动。这位穿绿色衣服的，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安迪安。这位就是安迪安啊。石院，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安迪安呢？哦，贝贝说他家里有事。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安迪安神神秘秘的，连下问贝贝吧。外面好热，我买了果汁给大家。谢谢阿姨，这是你的咖啡，写着 No Sugar 是泽哥跟阿聪哥哥的。谢谢。你看这张。他谁？谢谢。贝贝，安迪安什么事啊？大事啊！刚从医院回来，她丈夫突发癫痫，送院急救。她丈夫没事吧？没事啦，安迪安才text我说她刚到家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神神秘秘的，什么都不肯说。待会儿我们还是去趟他的家，看他需要什么帮忙吗？好啊。干嘛？你喝错了我的果汁了。不好意思，那你喝我的吧。哥，喝我的吧，我还没动过。我喝过的。我也喝过了。
喝过就喝过，你们干嘛那么纠结啊？口水而已嘛，又不会怀孕。贝贝，你不要扯开话题，记得把安迪安的地址给我。哦，聪啊，我不去了，我自己回家就行了。妈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，反正待会儿安哥朋友要过来，叫他送你回家。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？今天不行，我等一下有事。哦。好久没有来这里了，老板也换了新人，还好这咖啡的味道还没变。你缺席了20年，很多关系要重新建立，很多事要重新习惯，急不来的。云聪跟我说了很多20年发生的事，你的名字经常出现，无论是闯祸或需要帮忙，他第一个想到要求救的肯定是你。谢谢你了，这么关心他。不用谢我，云聪从小懂事，要说他闯祸也不至于。是造化对他太严厉了。你帮我照顾他20年，我还是欠你一生，谢谢。大家学长学妹一场，你这样太见外了。就算没有我，赵华也肯定不会亏待他，毕竟是他儿子啊。有件事，我想问你。当年想陷害赵华、害我被罪的人，知道是谁了吗？没有头绪，只知道是生意上的竞争者。我们都知道业内的竞争对手不多，我反反复复想了很久。当时跟赵华树敌的人，不是 Samson 就是 Colin， 查不出来吗？这只不过是揣测。如果真有证据，20年前就可以拿出来了。事情过这么久，太难追究了。过去的事都别想了。云说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能过好现在，20年后的团聚才不算白带。李先生不是糖尿病患者，没有喝酒习惯，也没有空腹做运动。低血糖突发癫痫这种情况，对健康的人来说不常见，除非他有隐藏疾病。医生也是这么说，可是他上个月才刚做详细的身体检查，报告明明说一切正常，没有毛病啊。那他最近有没有吃一些心理药物或者保健品之类的？药？没有啊，就保健品。吃保健品也会导致血糖低吗？如果那些药物含有胰岛素，像 Forniluris、Repaglanet、Netaglanet 和 Glibenclamide 的话，会。哈？我哥的意思是，如果药物的成分超标或者是品质出问题，服用不当的话，也有可能导致血糖急速下降。哈，他是有吃过药，是吃些强身健体的保养品，应该没问题吧？那我们可以看看吗？可以，不过你们千万要帮我保密。依我看，包装上写的不是阳痿药，就是壮阳药。唉，也难怪安迪安会那么不好意思。另一部分也是怕惹祸上身。如果药真的有问题，他们参与分销，肯定也脱不了关系的。可是我看上面写的成分都是市场上容易买到的中药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是挂羊头卖狗肉，那就很难说了。你怀疑这个药有问题？市面上很多所谓独门秘方，大半都是假药。也对哦，这种胶囊包装的药很容易造假，毕竟胶囊填充器到处都买得到。靠卖假药牟利，伤害别人身体，最看不起这种人，一定不能姑息。哥，要不我们拿这瓶药去化验室化验，
看这个神仙丹药里面到底藏了什么。嗯，赞成。反正康龙有换眼石。那我去找 Uncle Frankie 帮忙。嗯。越南地址。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提起的药。我怀疑包装上写的药物成分是个幌子。最好的验证方式是拜托你拿去化验室核实。没问题。谢谢你啊 ，Uncle Frankie。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感兴趣？哎，不是我自己要吃哦，是我一个朋友。这个药有很严重的副作用，原本健健康康的一个人，吃了突然血糖低，引发癫痫，紧急送入医院。我猜跟这个药有关，所以好奇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明天我送去化验室，等报告出来再告诉你答案。OK。Uncle Frankie， 康龙是不是在越南也设了厂？哎，很多年了。所以你每次去越南都是去药厂吧？那你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出现在越南的市场过？就比方说那些什么什么神油什么什么阿力之类的，都是传说中的壮阳神药。这个药在越南也有这么大的名气吗？我们一直方面的需求，所以从来没有打听过。我又不是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，我只是好奇，这个在网上连半篇文章都找不到的越南阳痿药，为什么会流传到新加坡来？你不是更应该关心你朋友的身体状况吗？这些没有经过政府审批的药，就别花心思考究，能不吃就别吃。喂，我又不是想自己吃，那你自己不要偷吃就行了啊。走啦走啦，一起去吃饭。这么急找我，什么事？马上停止生产和出售这种药。市场上有人吃了这种药出事，对生产方已经起了疑心，不能再做了。我不需要听你的命令办事。越南那边才是我的老板，他们没说停，我们就不能停。来到新加坡，你们要靠我，所以是我说了算。你们这么招摇，惹的麻烦对大家都没好处。这里不是越南，那就把这里变成越南。如果办不到，就是你的能力问题。你们为什么会在越南喊停，自己最清楚。早就说过，这里不适合做这种事。当初配合你们，不代表能让你们乱来。放轻松一点，看不出你是个做大事的人。越南那边已经交代了，现在只是过渡时期。Relax, man。我再说一次，赶紧处理好这里的事，回去你们的地方。坚持，有一生的遗憾写成诗，恍然总太迟，原来你只是手心的一